我们都知道，光速30万千米每秒是宇宙的极限速度。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超过这个速度。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这个速度？为什么非要是30万，不能是15万或者60万？为什么？在讨论这个問題之前啊，我們先來切實的感受一下光速的30萬每秒是一個什麼概念。首先從生物說起，人類奔跑的最快瞬間速度是 12.42 米每秒，這是牙買加飛人博爾特創造的世界紀錄。科學家們認為啊，人類的理論極限瞬時速度是 13.88 米每秒，但是這個極限速度是真是假也不好說，畢竟在博爾特100米跑進10秒之前啊，科學家們一直認為人類的極限速度是10米每秒。地球上奔跑最快的動物啊是獵豹，速度可以達到 33.33 米每秒。如果不一定要奔跑，只要速度的話，最快的速度是游隼，俯衝時的最快速度可以達到108米每秒。哇，這麼快嗎？這比一般的跑車速度還要快，也是地球上生物的極限速度。而在速度上的追求啊，我們並不止步於此。我們利用大腦創造的機器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快。世界上最快的跑車西貝爾，你肯定沒聽說過。我沒聽過這個啊，就比布加迪還快。哦，每秒可以達到 123.05 米。最快的列車來自咱們國家的上海磁懸浮列車，最快能達到 166.66 米每秒。最快的飛機是北美 X-15，最高速度達到了 6.72 馬赫，也就是 2.28 公里。哇！人類所創造的最快的機器是美國的朱諾號宇宙飛船，它受到了木星引力的影響之後呢，速度達到了 72.61 公里每秒，這就是我們人類創造物的極限速度了。但是我們並不滿足於此，自從愛因斯坦說光速是宇宙的極限速度之後，人類一直在致力於發現和創造能無限接近甚至超過它的速度。可不可能成功，我們稍後再說啊。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如果速度真的接近光速了，那麼將會發生什麼事情。假設我們坐上了一個宇宙飛船，它的加速度可以達到10個重力的加速度，也就是每過1秒鐘啊，你的速度就會增加100米每秒，這是人體能夠承受的最大加速度。從數據上來計算，我們以這個加速度一直踩油門，大概要花費1個多月的時間才能夠達到光的速度。而在這樣一個極限加速下，這1個月我們都會被擠壓在座椅的靠背上，甚至連手都抬不起來。我們原以為啊，這樣堅持1個多月就可以達到光速了，想象着會不會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但是事實上1個月之後，我們怎麼也到不了光速。我們會發現，不論我們怎麼踩油門，加速度都到不了實際了，而是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直到這個加速度無限趨近於0。這個時候，我們都已經化為枯骨了。為什麼？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啊，是如果我們想要達到光速，在我們接近光速的時候，質量就一直在增加，直到質量是無限大的時候。而這樣一來呢，我們就需要無限多的能量加速。所以照這麼看來啊，我們或許永遠也不可能達到光速，更不用說超光速了。那麼憑什麼是這樣？為什麼光速是30萬千米每秒？對啊，這其實是一個目前還尚未解開的謎題，但是科學家們給出了幾種可能的猜測。普朗克在20世紀提出了量子假說之後，很多人就開始意識到微觀裡的東西它不是連續的，它們都是一份一份的量子。因此呢，有人開始猜測時間和空間是否也能量子化。如果時空是量子化的，那麼或許光速源自於時空相鄰節點信息的傳遞方式，比如說吉他琴弦的粗細和拉緊程度，他們就決定了波沿着弦傳播的速度，弦越粗越慢，拉得越緊越快。光速呢，或許就是這樣一種情況。另一種可能呢，是其實宇宙中的光速只是0到無窮大之間的一個隨機數，沒有定值。它由宇宙大爆炸結束後時空凝結的方式來決定。或許在宇宙的不同區域會有着完全不一樣的光速值，或者不同的平行宇宙之間光速的值都是不一樣的。那麼如果在一個光速和我們不一樣的平行宇宙裡，這個宇宙會發生什麼？其實差別也不會太大。對於物理規則來說，只要這個極限速度存在就足夠了。因為如果沒有極限速度的話，就沒有因果律可言。就是說，你可能會在一件事情的原因發生之前就已經看見了這個事件的結果。比方說，你還沒開始學習呢，考試就已經考完了，而且你考了個零蛋。你還會學習嗎？最可惡的是，我本來打算用功學習的，結果你先給了個零蛋，那我還用什麼功？不用功了，對不對？並且呢，速度極限的存在還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我們人類文明的延續。因為有光速的限制，我們只會和周圍一定區域內的事物產生因果關係。所以，即使我們愚蠢地向宇宙發射了信號，我們也有很長的時間來想辦法彌補這個錯誤。對於光速比較慢的平行宇宙裡啊，那裡能相互產生因果關係的區域就會更小，反之這個區域就會更大。如果沒有這個速度上限，那麼宇宙裡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都可以立刻影響到我們。
那麼說了這麼多啊，到底有沒有可以超光速的方法呢？想让速度变大有2種方法，第一就是让时间很短，或者說至少让我们自己感觉没有过去多久。比方說通过人体冷冻技术，虽然你被冷冻了1万年，但当你被解冻的时候，你会感觉只是睡了一个午覺。當然這種方法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方法。第2種方式呢，就是讓我們走過的這段路程足夠長，或者說讓我們可以抄個近道。我們是在空間中運動，但是空間並不是空的，它可以被拉伸、折疊、扭曲。如果我們可以人為的擠壓空間，讓原本距離我們100光年的地方擠壓到只有1米的距離，那麼我們就可以說我在1秒內就走完了光需要走100年的路程。這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超過了光速，但是擠壓空間所需要的能量非常巨大，巨大到不切實際。所以呢，這個方法我們也只能先放一放。但是還有一個縮短路程的方法，也就是我們平時說到的蟲洞。我們應該怎麼理解蟲洞呢？你應該不了解什麼是蟲洞。我知道什麼是蟲洞，我看了《走進霍金的宇宙世界》，他說蟲洞就是什麼？你看不見，它處在每一個物體上可能都有蟲洞。但你還是沒說蟲洞是什麼。我不知道蟲洞是什麼。他所說的每一個物體上都可能存在蟲洞，是意味着就是說空間的扭曲啊，可能發生在微觀世界中。我們應該怎麼去理解蟲洞呢？我們都知道黑洞的巨大質量會導致它附近的空間扭曲，表現在圖上呢，就是這個宇宙網格會凹陷。如果在宇宙很遙遠的一個地方也有一個超級大質量的黑洞，也造成了這樣的一個巨大凹陷，甚至凹陷到這2個凹陷嘴對嘴連到一起了。愛因斯坦和羅森一起在廣義相對論的方程式裡得到了一個解，允許了這種情況的發生。專業人士愛叫它愛因斯坦羅森橋。理論上來說，如果蟲洞真的存在，那麼它確實可以達到忽略速度遠距離移動的這麼個效果。但是我一直覺得蟲洞是存在的，但是你聽上去就很不可思議。對，你一小步一小步的走，每一步你都覺得很合理，當你走到這個地方的時候，你回頭看這兒，你會覺得好不合理。太奇妙了。但是從實際效果上來看，蟲洞兩邊如果都是黑洞的，那麼即使我們活着進入了這個黑洞，也沒有辦法從另一個黑洞裡逃逸出來，我們也許會被永遠困在一個遙遠的黑洞裡。而如果一邊是黑洞，一邊是白洞，我們確實可以從另一端被噴出來，只不過是以輻射的方式。那這身體早被輻射完了。總之，完好無損的方式目前還沒有。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實現，但是科學家們已經把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一件辦起來很困難的事情，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堅信它早晚有一天可以變成理論上可行，甚至是完全可行。有一個據說能夠追溯到1萬年前的古代遺跡，位於現在的日本與那國島附近。1985年，日本探險家新松喜八郎在與那國島附近潛水的時候，發現了巨型石材建築結構。這個結構表面非常光滑，看起來像是人為雕琢的。這個發現一經報道，立刻就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了這個默默無聞的島上。這些島在哪兒啊？與那國島距離我國台灣省的最短距離只有110公里，屬於曾經的琉球王國。但是最後由於種種原因，現在屬於日本。美國波士頓大學地質學教授羅伯特·肖赫去實地考察了這個地方。即便這些結構稜角分明，且巨石呈亞述古廟塔形狀，但他還是堅持認為這些結構是在海水的長期侵蝕下自然形成。打死也不說是文明遺跡。但是他自己也承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輪廓分明的自然形成。而日本琉球大學地質學家木村正昭於1990年在與那國島的最西端發現了一個用岩石堆砌的金字塔。這個塔高27.43米，寬183米，由長方形的巨石構成，現在被叫做西奇金字塔。以前我只知道埃及有金字塔，自從給你做視頻以後，我感覺哪哪都有金字塔。這個金字塔附近還有幾座高2米、寬10米的袖珍板。除此之外，他還發現了大量的證據表明，這些建築物有人類活動留下的痕跡。比方說，位於建築物正面的階梯，分別通向了一個類似祭祀區的地方和一個類似台階區的地方。甚至還在石板上發現了象形文字。而與那國島東南海岸附近還發現了高達數米的人頭雕像，五官及面孔清晰可辨。這下文明遺跡該實錘了吧？最終木村正昭在2007年6月公布，他認為這是一個不為人知的人類文明，且這個發達的文明可能至少存在於8000到1萬年之間。為什麼？木村正昭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因為這片大陸如果曾經有文明的話，那它肯定不能一直在海底。
而根据地質學家推測，在1萬年前，距離現在最近的一次冰川期末时，海平面要比现在低数十米，所以也判断这个遗址至少1万年。因此有人猜測，与那国島附近的海底遺跡與傳說中的姆大陸文明有關。最早提出太平洋中有過古大陸的是英國人種學家麥克米蘭布朗。20世紀初葉，他在《太平洋之謎》一書中首次提出，遠古時期太平洋曾經有一個高度發達的大陸。後來1868年，喬治瓦特來到中國西藏拉薩，找到了記載4000年前占星術的拉薩記錄。他和寺廟住持一起研究了文字之後，對外宣布這些文字是關於一塊消失的大陸的記載。這個消失的大陸就是姆大陸。拉薩記錄中提到姆大陸的沉沒是發生在編寫該書之前8062年的時間，而拉薩記錄是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據此可以判斷，姆大陸的沉沒應該是距今12000年前。1931年，他的名著《消失的大陸》在紐約出版，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成功的複製了薩加利亞西芹的套路。根據他的研究，姆大陸是一塊位於太平洋中、面積大於南美洲的陸地，東起夏威夷群島，西至中國沿海地區及台灣省，南抵大溪地群島和復活節島。全大陸東西長7000千米，南北寬5000千米，總面積約為3500萬平方千米，是一塊美麗富饒的地方。大陸上的居民也擁有極高的智慧，鼎盛時期人口約為6400萬，居民有黃、白、黑各種各樣膚色的人種，無貴賤之分，和睦相處。這簡直就是烏托邦啊！所以也有人說，姆大陸是人類幻想出來的一個美好的願望。姆大陸上共有7座城市，其中希拉尼普拉是首都，國君叫做拉姆，他既是古大陸的最高統治者，又是最神聖的宗教領袖。喬治瓦特的研究除了參考了拉薩記錄之外，還有幾本瑪雅古文獻，都是記錄占星術的文獻。這些文獻中都記載了姆大陸的消亡史。同樣參考了這幾本文件的奧格斯特·普倫金，同時也是中美洲尤卡塔半島瑪雅遺跡的最早發現者。在他寫的《姆大陸女王和埃及斯芬克斯》一書中，結合了瑪雅遺跡的壁畫等材料，做出了設想。注意是設想。當時的姆大陸有女王母當政，為了獲得女王的喜愛，他的親兄弟科和阿克展開了生死搏鬥。最終，阿克殺害了科，霸佔了女王母，並從他手中攫取了對姆大陸的統治權。我說到這兒，你有沒有什麼疑問？沒有什麼疑問呢。你看啊，這個女王母啊，她的親兄弟為了獲得女王母的愛，展開了殊死搏鬥。沒有疑問嗎？沒有疑問呢。對，我們上學的時候老學，我們當時選修選那個外國文學，就那種神話，這種很常見啊，我就習以為常了。哦，那你還挺厲害啊。女王母啊感到恥辱，於是逃奔了埃及。為了悼念死去的兄弟科，他新建了斯芬克斯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獅身人面像，是吧？這個我知道。自己改名為伊西斯，創立了埃及文明。所以姆大陸就落寞了。這只是一個傳說故事。哦。米蘭布朗猜測，姆大陸落寞的原因是有一天超級地震，外加火山噴發，再加上超級大海嘯，將整個姆大陸拖入了海底，居民們大部分就葬身於大海了。姆大陸海拔高一些的地方就變成了現在的小島。喬治瓦特認為，在現在的太平洋的一些小島上出現的很多文明遺跡，就是姆大陸發生了災難之後，幸存下來的居民又建立起來。比如說在南太平洋波納佩島的東南側，一座名叫泰蒙的小島上，有半浸在海水中的一個城市遺址，還有塔希提島上類似中美洲金字塔的建築，包括復活節島上的石像等等。這些小島都比較遠離大陸，按照我們所了解的當時的人類的航海技術，駕着小舟蕩起雙槳遷徙到這些小島上就太不可思議。對啊，總不能是游過去的吧？所以最終的話題又回到了金字塔和大洪水上。為什麼全世界到處都是金字塔？為什麼全世界到處的神話都在寫大洪水？如果現代人類都是傳說中姆大陸的居民的後裔的話，那是不是？那又太精彩了。